哎，我真不知道国内工作室是不是反应慢了半拍啊？像 AAF 这种东西到现在才姗姗来迟。那看到这只发射器呢，大家也先不要着急刷一夜情回。现在这种形势下啊，能看到这种电动发射器已经挺不容易了。有些东西呢，我也不好说的太细，大家理解一下。这只呢，就是国内一家叫 Acetec M 的工作室复刻的 AAF 系统的 F1激光发射器。单从外观上来看呢，其实就是骚气一点的电动 AR，对吧？但如果你听说过 American Airsoft Factory 这个厂牌啊，就一定知道 AF 系统是一个什么概念。相比传统的 AEG 波箱呢，AF 系统的 AR 玩具有更加拟真的枪机和回膛结构，总之肯定是一个好东西就对了。附膜的纸盒包装上面写了 Acetec 的 logo 和发射器的型号 F1，打开以后里面有珍珠棉的切割内衬，发射器各个部件都装在里面。核爆过后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稍微像点样子的包装了，小小感慨一下。因为是拆分放大，这里面就可以直接看到 F1跟传统 AEG 玩具明显不一样的波箱结构。上下机匣还是经典的 AR 玩具的分体设计，不过因为有激光发射模块，组装机匣之前注意要把下机匣上激光头的电源线塞到枪管里面去。前销钉有点紧啊，上个锤子就搞定了。消焰器里的激光头用极为先进的 3.5 毫米耳机口供电，先插后拧，组装就完成了。这只发射器的外形复刻的是米国 F1 Firearms 公司的民用 AR 系列。这公司生产的 AR 呢，就是这种镂空面积大到离谱的极端轻量化风格。弹匣井挖个洞还不行啊，最夸张的是连上机匣都给你掏空了，直接能看到里面枪机框的结构。你也别管我进不进灰耐不耐用，反正骚就完事了。F1 出厂应该是有3种涂装的，黑色、沙色还有蓝色。我这套是沙色的版本，确切的讲呢，主要是机匣和护木是沙色。发射器用了 9.5 寸护木和12寸枪管的造型，全长76厘米，卡宾枪的尺寸，全重1540克，3斤多一点。除了机匣主体和护木是尼龙以外呢，发射器大部分小零件，包括托芯都是铝合金材质，手感还是不错的。全身都是洞的 F1 机匣，表面用了那种类肤质的涂层，不是很厚啊，摸起来比较舒服。整体看起来非常干净平整，和睦线处理的也很漂亮。作为民用 AR，F1 Firearm 直接取消了抛壳装的防尘盖和辅助推机柄，毕竟机匣上都开了这么大的洞啊，要那个盖子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比较吸引眼球的是抛壳装里面这个立体感很强的枪机框，这个可不是传统 AEG 那种铁皮的基片啊，其实就是 AF 系统把气筒做成了枪机框的样子。拉开以后，前面甚至还还原了菊花枪机，看着就能引起强烈舒适。当然 AF 系统一个小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全形声，毕竟没有像 DES 那样真的把副镜簧放在托芯里，这个行程大概只有2/3左右，其实也比常见的 AEG 基片回膛要长了。下机匣上装了一个非常竞技的拼锁，这个也是只有民用 AR 上才会出现的小配件。整个弹匣井全部掏空，直接可以看到弹匣，骚是很骚啊，不过估计军版玩家看了血压直接拉满。其他的弹匣释放、保险拨杆、空挂释放这些铝合金小件呢，都用了看起来花里胡哨的非军版样式，不能说土味吧，毕竟 F1 原型就是这么设计的。握把大面积镂空，里边装的480电机，看起来棱角比较分明，握持还挺舒服的。AF 系统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可以兼容传统 AEG 的弹匣规格。原厂这里用了一个 PMAG 造型的弹匣，好像是直接拿了金鸡的模具啊，装弹口和刻字细节都一模一样。这个弹匣里呢，额外装了激光模组的控制芯片，用来给发射器的激光编码，让对应的接收装置可以识别啊。原本出弹口的位置改成了 3.5 毫米的接口，用来对接激光头。芯片直接从波箱的弹匣供电口取电，所以不插弹匣的情况下，激光是没有办法发射的。后托的造型呢，大概就是一个托垫直接卡在托芯上，用机敏螺丝固定，没有档位可以调节。原厂配了一块 SD30U 接口的 7.4 伏电池，拆装电池要把机敏螺丝拧开，稍微有点麻烦。比较可惜的是，原厂没有配金属护木，
这套尼龙的 F1 护木跟机匣有轻微的色差，表面处理也不太一样，用的是常规的哑光漆面。整体搭配起来还是挺协调的，毕竟是一套东西。护木中间切面的造型很适合握持。外管和消焰器都是铝合金材质，这个消焰器开口跟 F1 主体风格一样，做了6个斜向圆角矩形的镂空。枪管里面装了激光头，管子上4面都有机敏螺丝用来归零。护木没有装稳定环之类的东西啊，还原了 AR 的悬浮枪管设计。3通这里固定的也比较牢固，不怎么晃。装好电池以后，打开保险，第一下扩动扳机会对弹簧进行预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拉动垃圾柄上膛，一样的效果。激发的时候那就非常过瘾了。首先，因为弹簧预压的带激发设计 ，AF 也是先激发后回膛，延迟很低，加上可以回膛的拟真枪机，至少一引起来啊，比只有薄薄一个基片来回抽出的传统 AG 玩具可要爽多了。枪机来回运动的冲击，可以感觉到有一点轻微的后坐力，大概呢跟人翔 AK 的后坐力模块差不多。不管是半自动还是全自动，枪机回膛和归位都非常精准。虽然只有大概2/3的行程啊，这个拟真程度在电动玩具里可能也只有 DAS 系统能媲美了。通过慢动作可以看到啊 ，AF 系统在激发之前，活塞处在预压状态，活塞释放到行程末端的同时，枪机也就是气筒会同步回膛，来模拟枪机附近的动作。移植过来的 AF 系统难免还是会有点水土不服啊。本身 AF 是可以实现真空舱挂机的，但 F1 呢，因为用的是水弹版的弹匣，结构上没有办法实现 BB 弹那种机械空挂。好在呢，机匣里边的空挂顶杆仍然保留了，所以咱们可以手动按下这个空挂释放的拨杆，来模拟弹匣打空以后挂机的这个状态啊。怎么说呢？有总比没有强吧。F1 的快慢机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功能，就是从开火打到保险档位，组铁会把预压的活塞给释放掉。这个功能是纯机械结构，没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释放，应该是为了避免弹簧长时间压缩。AF 天生就要比传统 AG 的波箱更复杂，活动部件更多，射速不可能太高啊。用原厂的7.4伏电池，射速可以达到720 RPM， 大概每秒12发的样子。因为回膛需要带动的机构本身就比传统 AG 要重得多，这个射速呢其实已经很可观了。那这套系统并不支持11.1伏电池，也不能适配其他规格的电机，强行换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不可预料的问题。反正厂家是非常不建议你自己折腾的。F1 搭载了完整功能的火控芯片啊，除了能提供稳定的半自动和回膛以外呢，还能进行简单的编程，实现更多的玩法。把快慢机打到半自动档位，然后扣下扳机，等5秒钟。听到这里边有震动的声音，就调到编程模式了。这个状态下呢，这个扳机就相当于一个选择的按钮，里边的一个震动马达，它在模拟半自动和全自动档位的分别的功能啊。听一下这个声音，这个就是在半自动档位下，它是双行程模式。这个时候把快慢机打回到全自动档位就可以保存下来了。我现在调的是单发双行程和3连发模式，就是扣下去会激发一下，然后释放再激发一下。射速非常快。我们还可以调到3连发模式。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啊，一共有4种模式可以选，就是半自动和全自动不同的功能，你可以自己搭配。我比较喜欢单发双行程这个功能，就是在半自动下可以打出来非常高的射速。这套激光版的 F1 里边装的激光模块并不是简单的激光笔啊，这是一套发射载波激光的地狱猫对战系统。除了弹匣里的控制芯片和激光头，完整的套件应该还包括带感应模块和锁枪功能的背心。跟背心配对以后，就可以用它来玩激光对战了。当然，这个背心是要自己单独买的，等他们发售以后，我再买一套来体验一下。激光模块用消焰器后面的机敏螺丝可以归零，根据你对战场地的大小呢，
也能单独调整光斑的尺寸，极限距离可以达到300米左右。所以说这套激光模组并不是随便插了个激光笔来糊弄你啊，这个完成度还是很高的。打开机匣可以看到啊，这套 AF 系统的波箱是尼龙外壳，上半部分用了开放式结构，气筒靠下身连接的轨道活动，顶上的框架是用来装附近簧的。内外2层芯片电路，波箱的大部分功能都通过芯片控制。波箱的外形尺寸跟2号波非常相似啊，但是跟设计师沟通以后了解到，设计过程当中确实考虑到了通用性的问题。不过呢，为了整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，很多细节都没有办法适配常规的2号波机匣，所以这套 AF 跟市面上大部分 AR 玩具机匣应该是没有办法通用的。而且 F1 的波箱其实跟原版 AF 系统也并不完全一样，在调试的过程当中做了大量的优化工作。开放式结构对强度和公差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那我几天测试下来呢，应该说稳定性还是很高的，没有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 bug。对于国内的 AR 系电动发射器来讲，这套东西确实算得上一个不小的突破。只不过呢，在目前的条件下，咱们只能退而求其次，玩一下它的回膛、后座这些功能。那 AF 本身的设计思路就是向传统 AD 机匣兼容的，它的定位就是让 AR 枪型的 AG 有更加拟真的枪机和后座，又不需要专门采购专用的弹匣。至于在激光系统上的表现呢，我还没有实际测试啊。只能说，相比传统的波箱 ，AF 系统的可玩性确实要高不少啊。然后厂家跟我说，他们也会专门做一批内购的升级件，能升级出什么功能，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。我手上这只呢是厂家发来的激光版的样品，不管怎么说呢，也是国产第一支 AF 啊，可以支持一下。购买的方式我放在公众号里了，回复F1就可以看到。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